中国外交部宣布向乌克兰捐款，那么这一招确实高明，反衬出了美国的险恶用心。我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李松大使公开宣布呢，中方将捐赠20万欧元用于保障乌克兰核设施的安全。那么这个消息一经报道之后，便迅速引发了外界的热议，而不少外国媒体记者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于是呢，在近期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向中方提问。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将详细的情况来一一说明。毛宁表示呢，中国一直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积极致力于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这就叫做说到做到啊。除此之外呢，毛宁还强调，中方将继续推动和谈，从根源上消除核安全的风险，促进乌克兰的核设施安全。好了，事儿说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观点。不得不说呢，咱们国家的外交策略确实是厉害的啊！这一手操作下来呢，既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劝和并致力于维护核设施安全的立场，又间接地打了美国一巴掌，同时还没有得罪乌克兰与俄罗斯这两个当事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件事儿。前几天有外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对外爆料，声称中国有意援助俄罗斯100架无人机，把这件事是炒得沸沸扬扬，但最终呢也没有证据证明中国与俄罗斯有军事合作。也就是说呢，这件事纯粹是外媒肆意抹黑，而其他西方媒体则一窝蜂的去跟进这个凭空抹黑的消息。而现如今，西方仍然没有找到所谓的援助证据，但中国呢不仅没有援助，还光明正大的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向乌克兰捐款20万欧元。因为中国是乌克兰的核保护国，所以这笔钱合情合理，美国也无话可说。明眼人都清楚，2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也就是150万，这笔钱放在俄乌冲突的大环境下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这笔钱呢，纯粹就是中国针对维护乌克兰核设施、履行自己核保护国身份的投入。而与之相比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援助了乌克兰近8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武器装备。所以这样来看呢，更显得中国才是做实事儿的，一直在保持中立劝和的立场。但美国却一直拱火俄乌局势，衬托出了美国的险恶用心。而此外，这笔钱是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来捐赠最后要落实到乌克兰的核设施上。所以说，在道义上，乌克兰要感谢咱们。哪怕这个钱并不多，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是扎波罗热，而这座核电站呢，目前是被俄军控制。假如真要维修，这笔钱更需要拨给扎波罗热核电站。所以面子上也没有得罪俄罗斯，毕竟他们有可能得到实惠。而综上所述呢，我国高层通过这笔小钱，不仅再次重申了自身的立场，又不落人口实，还间接地向世界反衬出了美国军援乌克兰的险恶用心。所以这套招数是等于一举多得，不得不让人佩服。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